Sony Alpha 6400，我为什么会买这个半画幅的这个相机来拍影片？第一个是我认为之前用手机在拍摄的时候，这个弱光的部分差强人意，而且这个焦段虽然说可以变焦，但是这个画质会很不好。我当初也以为说买了这种微单之后，可能画质会有所提升。幸好我有一些摄影师的朋友，他们提供的建议。当然，我们以最低成本的目标来获取最大画质。检讨起来才知道说，经过询问我的摄影师朋友才知道说，镜头的重要性。那当然，我们一开始要投入这个自媒体的时候，也觉得说有必要投入那么多钱吗？这个是变焦镜头，那当初也认为说，这个画质为什么会这么糟糕？那当初也有考虑在买这个所谓变焦镜头或者是定焦镜头。那最后我的决定是用定焦镜头，看个人的取向，我比较倾向画质要好，所以就买了这个定焦镜头。那当然买了这个是 Sigma 的56哦，这之前我影片也有开箱介绍过，就不多谈了。这个是 Sony 原厂的，比较新的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 1.4 f 1.4 光圈的，然后15 mm 的黑标机镜头，这个属于光角镜，那我就可以把这个焦段补齐了。等效全画幅大概是在22、23到这个85，中焦的人像的都能补齐的。那中间也可能会使用这个。之后又察觉到，这个在白天的时候，大太阳底下必须要有这个 ND 滤镜减光镜，因为 A6400 Alpha 6400它并没有防抖，所以就加买了这个3轴稳定器。这个不是同一时间买的，这都陆续买的。各位现在可以看到，它加上这个罗德的麦克风，我们把它靠上去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它的重量是多少。现在重量已经来到快920克了。那再加上如果我把它拿开，称重一下，这个就加上这个附件的话，这1公斤多了。那等于说外出拍摄的话，那就等于说会有大概是2公斤以上咯。那也是我追求轻量化。那如果你全画幅的话，这个应该会达到2.5公斤到3公斤。那长时间拿的话会很累。我们今天最主要的是要谈 Alpha 6400本身这一台机子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它最主要是这个，也算是半画幅的中阶的机型啦。那你说它有很好吗？其实也没有。当初推出的是被人家诟病的是它没有翻转屏，而这个翻转屏你拿来当这样也是有一点急的哦。它是这样它这样等于是不是左右翻转的哦，它只有上下这样而已。当然，在某一些录影的拍摄的时候的角度是还可以接受。那比较被人家诟病的是这个拍摄的菜单的逻辑。其实它画质还是能打，最主要的是它有 6K 超采成 4K， 加上如果说你拍照的话，这个兔笼去掉的话，它真的是很轻量，单手握着都不会有什么压力。单纯的以拍影片来讲的话，它的画质也确实是配合这种比较好的镜头，确实是不错。那拍摄起来使用的感想是，我就觉得说，你说它很方便吗？其实它没有很方便，只是说它画质是变成说是在这个价位里面是物超所值。当然你要能够忍受它的，譬如说菜单的逻辑不方便，然后你可能要自己记得所谓的你自己设定的这些快速键，你来弥补它的那个操作菜单的。所以说 menu 列的功能列的这个菜单的操作逻辑的违反人性这是它不好的地方。那好的地方是它
对，这个拍摄的画质确实不错，可是这当中还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它所谓标准的709直出的话，它画质确实是不太好啊，不像佳能那么讨喜。那譬如说人像的肤色啦、场景的色调，当然你说我可以从这个 menu 列功能列里面去做白平衡的偏移啦等等调整。那我使用了这么久，我觉得它里面的这个伽马值709现在已经不用，我现在都是用 S-Log 拍 S-Log 3拍。那另外一个，比如说比较容易引起噪点的极暗光的情况之下，也可能会用这个 STILL 这个伽马值去拍比较少的噪点，但是用这个 Still 的伽马值拍的话，会产生比较颜色会很深，所以天底下说实在的，每一个厂牌有每一个厂牌的优点。那毕竟这个是消费级微单而已，而且它是半画幅的，变成说价位啦、操作的这个功能性、握持的操作手感，那其实说穿了这个小小的，当然我的手自己也并不大，所以我觉得还好。最主要是价位是否合理，那是不是要花那么多的金钱来买这一台相机？那使用频率是不是会过高？拍摄之后，你当然也可能必须要买很多配件，像这样组起来。那这个很多人也会觉得说，这个兔笼是不是保护壳？那你拿它当保护壳也可以，你不当保护壳，事实上它可以加装很多这个配件，不止现在这个情况之下，它还可以标很多配件。那当然你少不了的，这个有一个坏处就是它这个电池的容量很低，那变成说用一下子就没电了，变成说你可能拍照的时候可能还好，可是录影的时候你会觉得。一下子就没电了，大概就是拍个40分钟。现在这个有装原厂的电池是还好，那如果说你这个像我这样买这个副厂的电池，可能都撑大概是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而已哦。当然看品质的好坏，变成说我们在这个部分你就越买越多。那幸好它有一个功能是可以这个用这个外接的。行动电源可以供电，当然供电的时候你要确保的是你的电池还是要满电的情况。如果你只有一半电，你这个它只是补助性的供电而已，它那个逻辑有一点奇怪，它也并不会对电池充电，它只是补助供电而已。所以你要有很长的录影时间的话，就变成说你要用这个行动电源，在电池也满电的情况，那一般来讲我的使用拍摄的大概4-5个钟头都没问题。这就是它的缺点也是优点，就是电池的容量太低。这一台本身当初买的时候加这个套头也就快3万块台币，加上这一颗的镜头，Sony 这一颗15 mini f1.4 这一颗镜头大概快台币2万，那这一颗镜头大概是1万2左右，各位就可以核算一下，加上这个滤镜大概是大概是800-900块吧，还是1000块台币，那加上这个大疆的稳定器，大约是在我记得是8-9千块，还是快1万块。那龙林总总加起来看3、5、6、7，那你就去掉零头，算7万块就好了。那我总结起来就是6400到目前使用情况之下，也没有发生过任何状况，只有这个过热提醒。那过热提醒只要在这个menu 里面，那个功能列里面去把那个过热提醒的那个提示把它改设成高，那就没有这些问题了。总结起来就是 Alpha 6400还是一个值得买的机器。好，今天就谈到这边，谢谢各位，记得订阅哦，拜拜。